我最近特别想吃麻辣火锅，然后平时我还爱看炒火锅底料的视频，那大锅下料感觉特别爽，所以我买了400斤调料和800斤牛肥油。我打算用前2天买的那个1.4米大铁锅在家做一次试试，看看是不是也这么过瘾。但是炒料之前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做，这里边处理干辣椒是最痛苦的，因为它实在太呛了。我当时咳嗽的肺子都要出来了，就感觉咳一下全身都在共振。真的，就处理辣椒的那天里啊，我们家楼道的声控灯我们给磕成常亮的了。所以后来熬牛油的时候，我们就拿到院里去熬去了。零下20多度的天，熬这玩意儿差点没给手指头冻掉了。但是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，就是这准备工作多到根本就干不完。就是每当我觉得下一秒可以炒料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其实还有事儿是没准备好的。等我们准备好所有东西的时候，已经是第4天早晨了。就这么折腾完之后，我深刻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啊，我发现有些钱呢，他就活该让别人挣去。后来就到了我最愿意看的化牛油的环节了，但这玩意儿不快进根本就看不了，因为它真的巨慢，所以化油的时候没啥意思，我们就下楼打水仗去了。但是打得太激烈了，再加上这几天在外面冻的时间有点长，回家这顿打喷嚏啊，我估计肯定是嘚瑟感冒了。完了，我们赶紧喝了点999感冒灵，这喝完算是暖和多了，要不这大冷天真是扛不住啊。但是后来炸料油的时候，我发现水汽特别大，要是这么炒料就很容易糊底，所以我们又把这大锅给搬屋去了。我当时想的是，我宁可在屋里炒呛死，也不能让这锅料有一点糊的风险，因为我是不太接受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这个事儿的。要是现在跟我说让我忘掉前3天遭的罪，重新做选择的话，那还不如直接让我死去呢。不过后来炒料的时候还是挺爽的，尤其是一样一样往里下东西的时候，看着可太解压了。但炒起来也非常累，这一锅炒了4个半小时，就一直在不停的搅，都给我干虚脱了。不过有机会能这么炒一次火锅底料，其实还挺有成就感的。虽然这活我们整整干了5天，然后做好了就都打包给身边朋友分了。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觉得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底料比我在火锅店吃的还香。尤其是这大冷天能在家吃上一顿冒着热气的麻辣火锅，这也太舒服了。但是这么折腾完一次之后，这房子也算彻底腌出味儿了。我估计这味儿要想完全散尽啊，最少也得3年。最近越来越热了，有点吃不进去饭。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靠一碗过水面再拌点牛肉酱挺过来的。然后我前2天在家意外捅咕出一个巨好吃的牛肉酱配方。今年买了50斤牛肉，打算在家批量生产一下。这个酱要想好吃啊，很重要一点是肉的切丁不能绞馅。但对于活驴来说，刀工永远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。你瞅这个爹，我都急死了，但我不敢催他。就他拿刀这个姿势，我生怕他一使劲把手指头先别折了。完切肉没意思呀，就开直播来着。我爸那天也看了，但咱不知道他咋看的，迷迷糊糊的就以为我们在家串串呢，拉着我妈、我姑、我姑父就过来了。到这发现不是串，但羊入了虎口，我不可能让他们走。这盛世如我所愿呢，全家都让我摁着了，扒蒜的、扒花生的、切肉的，真是老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他还得靠父母。主要是上一次徒步搬家之后吧，我个人这一块确实没什么朋友了。后来11点多就给他们放回去了，也没让他们空手走，一人都贴好几节膏药。切辣椒的时候我有点用力过猛，怼坏好几个手套，手疼了好几天不说，3天没敢站着尿尿。完我弟说遇事还是先保大吧，这活就继承给他了。但他的智商啊远比他的精神更让我感动，因为我仔细看了一眼他这个装备，这怕崩的地方不都在外面露着呢吗？后来炒酱的时候都早上7点多了，我寻思1个小时就能炒完呢，结果炒了4个小时。我第一次用这么大锅炒菜，甚至还找着点食堂炒大锅饭这个感觉。盛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这30多个小时真不白干呢，空口吃都贼香。把家里所有罐都用上了，还有一大锅没盛呢。已经通知来求的人自己带盆了，完也告诉他们了，也备点信封啥的。因为这顿下来吃饭就剩我们哥俩了，这回还只是少俩人，没准下一顿就直接多2桌了。我就说那意思。我最近特别馋那种满是汤汁的蟹黄汤包，但是哈尔滨没有专门卖这个的饭店，所以我买了35斤螃蟹，打算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算上之前做蟹黄面，这已经是我们第2次和螃蟹打交道了。我算是发现了，扒螃蟹这活它真不是人干的，而且现在螃蟹特别肥，扒的时候很难忍住不吃。我们为了能互相监督，还线组了一道流水线，并且确保每个岗位都多少有点油水。但就这，我们还是出现了一些意外损耗。我低头一看呢，我这裤子还打包了2辆。
这些是我们7个小时一动没动扒出来的，炒完了一共是6斤6两。我寻思这包上包子不就能吃饭了吗？但是世事难料啊，这包子根本就没个包。这个汤包啊，它讲究一个皮儿薄，所以对手法就有很高的要求。我夯包了一下午啊，翻车了无数回，愣是没得到一个完整的包子。后来我试了一下日式记的方子，它是2掺面粉揉成团之后反复擀压15次。这老高级面粉这么干可太变态了，我一下梦回醒时酥啊！我们擀了2个小时才擀好，然后包完膜给它醒一醒就能用了。到这儿我才明白，合着扒螃蟹是这里他妈最简单的一步啊！但这回的面皮就非常筋道了，甚至真的可以吹成个大气球。完包子褶我也不纠结了，爱啥样啥样吧。我决定换个思路，我这顿往里塞馅啊，最小的还包了8两。我寻思这活都干了2天了，还一口没吃上呢，我必须得来一个报复性包法。经过了2天2夜，我这汤包终于要出炉了。得力于日式记的配方，这么沉的馅儿，那包子愣是一个没破。这汤汁吸一口又鲜又甜的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用勺吃包子。完这蟹壳让我煮汤了，做了一锅没有科技的蟹粉豆腐，这味儿真鲜呢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每个包子最少包了5只螃蟹，光成本就200块钱了，它活该好吃。不过这玩意儿好是好，就是寒性太大了，大半夜的没敢吃姜，就把夏天做的红糖姜块翻出来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啊，5个月前遭的罪，今天居然享上福了。你说这事儿整的。我上个月花重金买了个烤全羊的配方，今天总算赶个大晴天，我买了只38斤的羊，看看在家能不能烤成功。但这活从来没干过，怕又干1天1宿，等第2天再吃不成隔夜羊了吗？所以就决定奔点先飞。凌晨3点天刚亮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砖搬回来了。这砖呢看着不多，但加起来得有1吨多，搬上楼之后心都突突了。这回我整明白了，空腹有氧啊，未必会减脂，但一定会折寿。后来搭槽这个过程证明了一个事儿，就我们几个这个智力啊，那只能说有但不多。3点就给砖搬回来了，没想到13点的时候还他妈搁这研究砖呢。得亏我哥来的早啊，他来之后20分钟就给解决了，他算是给这全羊保住了。他要是不来，我们下午可能就改成磨刀剔骨串羊肉串了。然后晚上吃饭回来好多人嘛，我们搬出了待客的最高礼仪，就是石磨豆浆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看着小胖惊喜4连直播的算是掏上了。后来手机热的都需要保护了，我们还在那拉磨呢。事实证明，人类站在食物链顶端是有原因。就这天换头驴来估计都得累吐了，但我们却奇迹般的挺住了。待这羊烤差不多了，突然发现个事儿，就一直在这转也没注意，这羊不知道啥时候烤丢一块肉，骨头都没了。我寻思这也不合理呀，这再烤下去不眼瞅要给羊火化了吗？完这羊让我们烤的也没啥卖相，就干脆把料全撒上了，看着不好看，但吃起来贼香。然后今天最大的惊喜就是我把后院收拾出来了。我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一刻呀，这个氛围感太好了。但今天这个生物钟也是大爆炸呀，原来都是1天1宿，今天是1天1宿1天，还不一定喝到几点。本来寻今天吃饭早能调作息，这还调个嘚儿了，一起摆烂吧。